诏命：丞相吕不韦领5万兵马出征东周军之国，即日启程。上将军蒙骜全力协助。丞相，接兵符。诺，诺。秦国有锐士100万，反正出来一回，为何不多带一些？只有区5万人马，带的兵马多，耗费的粮草就多。教训东周军这种罪儿小国，我们5万大秦锐士足够。哟，照你这么说，此次出征是稳赢不输了？那倒未必啊，要看别国是否前往救援。要是有援兵，我们这5万人就危险了。我以为此次出征是稳赢。我也想挣些军功，照你这么说，还得拼命啊！就你这胆量，真是赶不上你兄长正义啊！丞相，小人确实没多少气概，小人就是想跟随丞相，挣些不用拼命就能换来的功劳。樊无忌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丞相，我就想领兵沙场，攻城略地。哼！你还想当将军？想想是可以的，非要人家跟你一样啊，郑获。大王，秦已派丞相吕不韦亲率5万军马前往巩地，征讨东周军之国，大军已在途中。吕不韦做了丞相，还率军出征？正是。秦国亡了，秦国要亡了！大王，老臣请求带兵援助东周军，一举歼灭秦军。寡人倒觉得此刻不宜出兵。其他5国并没有出兵的迹象，若我一国前往，岂不白白损耗兵力啊？若其他5国出兵援助东周，那就让他们互相争斗去，我赵国坐收渔翁之利，岂不美哉？鹬蚌相持，渔翁得利。大王此计高明啊！吕不韦做了丞相。6国至今还未有消息。回军上，6国相互推诿，都在观望他国动向。倘若此时有1国肯出兵，其他各国只怕才会响应。他们还要观望到何时？如今看来，发兵的关键在齐，齐乃大国，只要齐肯出兵，其他各国。可是齐国向来亲秦，2国相距又是最远，齐肯发兵前来救我？那也未必。6国攻齐之时，秦与齐早已结怨，说不定会发兵的。赵国，赵国，对，赵国，赵国和秦国亦有世仇，赵王一定会发兵支援于寡人。快，
再派使者去绥，去绥。丞相，韩王亲率5万兵马，正靠近东周军之国都。韩军可曾看见东周军的军队？未曾。再探。诺。撤。撤。诸位，韩国已经出兵了。这样一来，其他5国必定会出兵驰援寡人呐。来，寡人与诸位共饮。又有何事？魏国大军已集结于我国边境，随时可进入境内。好，好啊！魏国也出兵来救了，太好了！快去，再探看一看齐、楚、赵3国的消息。诺。天意呀！天不灭我，周王室啊！那2座城池是巩义的属城吧？是，都是东周军所属的。正前方就是韩国的军队。这眼下有东周军的兵马，又有韩国的5万大军。这魏国大军又集结在东周军之国边境，万一齐楚再发兵，赵又趁机攻打大秦，呀，那我们这不是羊入虎口了？这情形不太妙啊！丞相，我们还是趁早撤回函谷关内吧。明日魏军一到，便可联合韩军，一举歼灭秦军，生擒吕不韦。来！哼，秦王让一个商人做丞相，还派他出征，足以见秦王的昏庸啊！此时联合诸国，一鼓作气灭了秦国，定能重建我周王室的雄风。君上英明。最后何在？在。去探韩军动向。诺。撤。来人！在。吕不韦竟敢攻城，快去探探韩军情况。一旦韩军和秦军交锋，我等立刻杀出城去。诺。报！韩军已经行动，不过他们兵分2路，正在攻打东周军辖下的2座属城。报！娘，
魏军已到达，正在拱之蜀城下与韩军交战。再探。诺。诺。丞相，这是甚事？你们自己打起来了？进攻！居然想跟本王争地盘，哼！大王假意救援，实则攻城的谋略，果然高明。禀报君上，末将方才在城头上看到韩军先是攻打了我国都之蜀城，随后魏军也赶了过来。此时韩军与魏军正在我城下交战。这是何事？他们如何打起来了？你不曾看错。回禀君上，末将绝对不会看错。君上，君上，君上！大王，现在巩义已经攻破，守军逃跑，是否入场？进城，即刻进城！本王要接手城池。诺。进城！何事？魏军又回来了！大王，是秦军，秦军杀来了。秦军不是只有区5万吗？全在攻城，哪来的秦军？大王，是秦国上将军蒙骜的兵马。站住！莫让秦军杀过来！大王，还进城吗？进城作甚？没看秦军有伏兵吗？快走，往韩国走！诺。降了吧，君上，君上。也许降了，还能保住周王室的血脉。君上，降！报丞相，东周军之国帐下旗帜投降，是否受降，请丞相示驾。住降，大军后退3里。诺。大军后退3里。诺。丞相，上将军这支兵马是早就安排下的。莫非丞相早就知道韩魏两国不是诚心来驰援东周军的？本相带兵5万来伐东周，就是为了让5国放松警惕，韩魏必定会趁此机会夺取东周城池。只要他们之间打起来，必有一国败北。此时蒙骜将军带兵突袭，丞相事事皆有谋划，小人佩服。丞相，小人也甚是佩服。哎，你不是要抛下本相，自己逃命去吗？小人对丞相忠心耿耿，岂敢不顾丞相？栾福基在，命你快马去请上将军，一同前来受降。诺。
州军携百官出城投降。上将军，哎，老夫不好这个，丞相请。大秦丞相善心，留我周王室血脉，我今日投降大秦，天下再无周矣。公元前249年，秦灭东周，再次向六国宣示秦国一统天下的决心，而吕不韦的个人地位，也在秦国及天下人面前得到确立。公元前248年，秦国接连攻克赵、韩、魏三国多座城池，建立三川郡、太原郡，秦国势力进一步向东扩张，东方六国深感威胁，又一次的合纵之时正在逐渐的酝酿之中。冬姐，水。来，慢点喝。
酒啊，还这么烈的酒！公姐，我也要喝酒。败军之将没酒喝，反正我每次都是看见你们输。东姐，你可真偏心，公子输了也是赢了，他哪都好。你若心里不服，我们再比一局，赢了你再喝这酒。比就比。公子，华阳太后请去华阳宫议事。嬴政拜见嫡祖母太后。起身吧。谢太后。赐座。公子真有气派，秦王剑不离左右啊！这秦王剑，乃是我大秦国之重器。嬴政日日携带，从来不敢怠慢。你回咸阳已有3载，平日里跟着大王和丞相，熟悉国事，想必天下之事应有所闻。不妨说来听听，也好让我这个足不逾户的老太婆晃晃耳朵。嬴政不敢妄议国事，更不愿扰了太后的清静。姑且听之，全当解闷了。那嬴政便信口开河了。太后乃是楚人，可有见过当今楚王？见过。楚王年少入秦，与我情同手足。太后可知楚王心里想什么？清楚，相距千里，何况我与他多年未见，我哪里知道楚王在想些什么？嬴政知道。哦，你如何知晓？自父王即位，兴我先祖东出之志，虽只有3载，却已下了3晋数10城。楚、秦，即便是有姻亲之谊，也难免楚王会如坐针毡，心急如焚。嬴政猜想，楚王或遣使入秦，或与列国相谋，合纵攻秦。楚王应无此心。他是一个没有志向、只图安稳的人罢了。这点我对他还是了解的。就算楚王无此心，那春申君呢？屈景昭3家呢？他们都不是坐以待毙之人。他们是他们，楚王是楚王。可楚国庙堂到底谁说了算？太后心中必然清楚。你年纪不大，如何知道这么多楚国的事情？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大秦自孝公起，为了一统天下，已替力100年。时至今日，嬴政更是不敢怠慢。看来你志向远大，先王真是没有看错你。还请太后放心，嬴政日日带着这把秦王剑，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历代先王的大志。天下宁一，也是嬴政的毕生之志。你送客，快来呀！
走，哎，进来坐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碰我。哎，你这就随我去见大王。你松开！哎，我就要哎。你一娶妻，竟还整日流连昌馆，你不要连寡人还要呢。听闻你还要娶个娼女，七国之下，你何曾听过哪家公子娶了娼女的？我就是要娶她。放肆！你还敢顶嘴？父王，莫动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好好学学你的兄长，多让寡人省心呢。学不来，我又不是太子。你给我跪下！自己张嘴！要寡人亲自动手吗？打中去！打中去！父王，算了，赵衍只是顽劣了些，他定会知道父王之苦心。行了。一儿，你将他带到进宫，关押起来，不得寡人之命，不许放他出来。No。走吧。不顾礼数了。儿臣告退。关我就娶她。禀公子，夏太后命人送来补汤。进来。太后近来身体可好？禀公子，太后一切安好。同太后讲，等我得了空闲，便去探望她。诺。公子躲在此处偷吃什么好东西呢？东姐你来了，正好太后给我熬的汤，你也来一碗，再盛一碗。这是什么汤啊？这是太后亲手为公子熬制的。怎么了，东姐？太后亲手熬制的河汤。鹿茸汤。奇怪，鹿茸汤不是这气味啊。喝了它。
我让你喝了它。吕不韦，你怎么才来？正儿遭人毒害，你知不知道？臣也是刚刚知晓。我现在就问你一句：正儿险些被人害死，此事如何处置？此事交由臣来查办，一定查出凶手。公子，公子，哎，这儿呢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花点小钱儿，没有进不来的门儿。公子，饿了吧？我给你带了好酒好肉啊！来，公子，快坐，先吃点东西啊。那你为何不多使一些钱，把我弄出去啊？公子啊，大王下了严令，谁敢违抗啊？公子，公子啊，目下呢，小的觉得，还是把心爱的人娶到为要。目下也只能这个办法了。等我出去了，我就悄悄地跟他成亲。但这段时间你要尽心照顾他。公子放心，小的一定尽心照料。国开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心腹，我日后定不会亏待你。开，为公子死而后已。瞧你那副死相，我也忘不了你的样子呀。公子，来。你去替我做件大事。丞相，请吩咐。去齐国临淄，稷下学宫，将学宫的士子，无论何门何派，只要有才能，通通请到秦国。花费是小事，关键是为秦国、为本相寻到大才。大才。稷下学宫祭酒是闻名天下的荀子大师，他精研帝王术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，让荀子张口，为你引荐大才。明白。天下统一前对外交战，于内御民，具有强国之效。若统一之后依旧如此，我担心权则必缺，急则必反。所以，我欲著一部大书，作为秦一统天下之正纲，以此书来教导后世君王治理天下。唯其如此，大秦之天下安稳，千秋万代，我之愿也。你后日便动身。诺。
我心里也很难受。此次成亲，我这是想给父王冲喜，希望父王早日康复。说的太对了。是啊。这样，我们共同举杯，也为大王冲喜。好，上酒！上酒！冲喜！来，倒酒！来。姓李的，你给我记着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，我饶不了你！李斯，开门！你给我出来！请学宫祭酒点题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今日首论大征之事，何为天道？在下以为，圣王以礼治国，统御万民，天下井然有序。尧舜禹汤察人性之善，以宽治民，故而圣王之道，是为天道也。一派胡言！周治天下800年，五霸迭起，群雄纷争，天子束手无策，终而宗庙被毁，沦为世人笑柄，何其迂腐！说的是不错。夫子方才一言，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如此天道自然，当无为而治。列国君王若能省苛事，薄赋敛，无夺民食，则世道清净，黎民自定，岂非无为而有为？无为而治，顺其自然，才是天道啊！大谬！天道自然，乃夫子之论。李斯如此指斥，置师门于何地？亲出于蓝，而胜于蓝；兵水为之，而寒于水。诸位世子，且听李斯之言吧。当嬴正在咸阳初显锋芒，将辅佐他成就帝业的谋臣李斯，已在稷下数载，随荀子学帝王之术。天行有常，然人可知天命而用之。周代商始为一，后分封诸侯，列土神州，以致天下大乱，500余年争斗不休，大地疮痍，生灵涂炭，夜夜震电，不宁不令。天下重归一统，乃天命所归，亦是人心所向。放眼七国，为王者具有一统天下之野心。大争若此，安能无为而治？才！既如此，我等世人该何去何从啊？相助国君，报效母国，方不负我等所学。英雄伸展，何必拘泥于母国？事乃天下之事，当顺应天道，为天下一统之事推波助澜。如何推波？如何助澜呢？秦明君辅强国，跪下！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先生，
我乃秦国丞相特使，受秦相重托，京城求贤。手下之人郑获，不识礼数，昨日扰闹学宫，出言不逊，今日特来赔罪。给李斯先生赔罪。赔罪。先生，我秦国自孝公以来，商鞅、西首、张子、范雎，哪一位都是布衣之士。秦王重用之，封丞相，拜君侯，领国政，才有今日秦国之强。敬贤爱士之风，也是深入秦人心怀。此番前来，我大秦丞相再三嘱托，稷下之事，凡要愿意入秦者，车马以迎，百金相送。入秦之后，更有后路高爵，虚位以待。先生，请随我入秦吧。秦人如此待事，我也想去秦国了。李斯先生，前几日小人得罪先生了，还请先生原谅，小人知错了。哎，随我们入秦吧。先生，你怎么走？你这个不识礼数的东西，一定是在学宫闹得过头，你就在这儿跪着吧。先生。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呀！放心，待到来年，我定去看你。师兄，我的，哦。你要离开？我并非为学而学，是为这天下而学。学以致用是我的宿命。我该走了。你呢？你这个韩国公子不回去吗？听闻魏、楚、燕、赵出兵解了韩国之困，并大胜秦军啊！韩国虽免于难，但是吴国还是胜不了秦。现今这天下，能赢得了秦国的，恐怕只有秦国自己了。六国屡屡合纵，最多只是逼秦国退入函谷关内。稍加时日，秦国必会付出的一次比一次猛烈。这100余年，秦越来越强大，而其他六国却气若游丝。天下一统的时日不远了。秦国经孝公变法，100余年的经营，国土已经超过了六国的总和，而且国力在7国之首。只需再出1、2位贤王，其他六国必定被秦国收入囊中。师兄，你应该去。你是说让我去秦国？韩非自负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奈何救不得韩国？你有大志，不该被埋没。韩非，李斯今生的功业注定在一统天下。我入秦时，韩国危矣，你还肯让我去吗？
他日你若位极人臣，韩国无需联络。李斯，我觉得韩非说的对，你应该去秦国。我正好要去咸阳著书，你跟我一起吧。你要去著书？秦国丞相给出那般高的报酬，我家贫无法拒绝。读书多年，不过是为了谋个好差事。我跟你的志向不同。我若去秦国，只做大秦的丞相。你们说，秦相肯让位吗？肯。李斯拜见夫子。起来，起来吧。你志在天下，整日把你关在这学宫里，为师心中不忍呐。夫子知我，请夫子为学生解惑。日月交替，斗转星移，起落分合，此乃天道循环。为士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人之一生，放之寰宇，犹如提米在于太仓。若能以己之力，御狂澜，应天道，整万民于水火，其功光照千古。生而幸甚，死而无憾呐。先生所言直中我心。李斯欲投明主，展平生之志。目及宇内，有实力和雄心吞并天下者，唯有秦国。如果有朝一日，天下果真统一于大秦，你将如何治理这浩浩九州，巍巍天下？真正之天下大一统，乃是王道一统，地位一统，治权一统，政令一统，华夷一统，文化一统，天下一家。说得好！这分封制啊，已经实行了1000余年了，早已植根在士大夫的心里了。你现在想彻底摧毁它，所受的阻力，恐怕不亚于扫灭6国吧。为建万世太平之根基，使万民免受乱政之苦，李斯就是碰个头破血流，又如何？老夫唯愿你今日之大志不改，不改。夫子教诲，今生不忘。姐，说吧。大王身体近来愈发不好，朝会上我观大王身世虚弱，说几句话都很费劲。吕不韦那里呢？有动静吗？那奸商吕不韦派出了心腹正义去了齐国。
林子。说是去稷下学宫，请一些有才能的士子来进宫。看来这吕不韦是要给秦廷大变革呀！这外科士子一到，必是要官要爵，芈姓官员就会受到排挤。这秦国不知要被他乱到何等之状了。是二姐，只要扳倒了奸商吕不韦，咸阳朝局就还在其的掌控之中。大王身体近来如何？无碍，丞相莫要担心。寡人还要亲自阅兵呢。臣正要向大王禀奏，阅兵庆典可从岳阳大营调8000精甲部卒，2000精锐骑兵，1万大秦锐士，大王以为如何？1万锐士，有些多吧？先王在时有过一次阅兵，那次也不过是从骊山调了5000军马入城。此番阅兵与以往不同，一来大王继位正好3载，举国上下当大仆以贺；二来五国公秦虽未损我国力，但毕竟气势汹汹。当此之日，应大张旗鼓，重整国人士气。言之有理。丞相尽管安排。诺。驾！太后到。侄儿拜见太后。静涵啊，你刚离开咸阳没几日，为何又回来了？奉我王和令尹大人之命，特地给太后送来一些楚国特产。春申君和楚王有心了，还有何物啊？春申君托侄儿给太后送上问安信，并嘱咐定面呈太后。对了，丞相，姚谷就不揣冒昧了。今日特向丞相举荐一位人才，王婉，赶紧拜过丞相。
王绾参见丞相。王绾乃士族子弟，跟老夫也是沾些亲戚。一向在内史手下做事儿，管一些赋税的杂事儿。老夫见他为人谨慎，做事儿也还算认真仔细，笔下也还来得。故想丞相推荐他，让他在丞相手下谋一个好的前程。王绾愿为丞相效力，不辞辛苦。丞相，你先试试他，干得不好，原货退回。不为记住老大人的话，此人不行，原货退回。多谢丞相。来，丞相。丞相，姚谷有一句不当讲的，大王病是如此，却还不曾确立太子，兹事体大，是否可以尽早安排啊？大王正当壮年，按说不该做此想。老大人提醒的是，公子正儿是大王的嫡长子，是顺理成章该是太子。是。可丞相，大王还有一个儿子成角。虽说非嫡非长，可据姚谷所知，他极受华阳太后的疼爱呀。还有一事儿，丞相，离秦不久的楚使又回来了。老大人，丞相，臣有一言，昧死上奏。丞相，快起身！臣请早立太子，以解倾国之危。危从何来呀？危在秦国，危在咸阳。有人欲毒害郑公子。什么？有这等事？大王，何事发生的？臣实在不忍心把此事告诉大王。查出凶手了吗？下毒的此人当场毙命。那也要一查到底。臣以为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秦廷便会分拨难止。寡人本想着，正儿年纪尚小，待行了冠礼之后，再立为太子。丞相如此一说也有道理，如此就定下。
立正儿为太子。过几日，寡人在宗室宴会上宣布。